校草将望腿断了，吓跑了所有女朋友。他踹翻我喂的饭，并赐给我一个字：滚！后来我坐在天台抽烟，脚一滑落下去。听说他从轮椅翻下来，红着眼爬了2里地。人人都说我疯了，对一个瘸子都能如此舔。我苦笑，因为我欠他一条命。高2那年，我被绑架了，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，足足关了3天3夜。被救出来的时候，大家纷纷表示：“哎呀，真可怜。”可等我回到学校，却被孤立了。他肯定不是处了，不然怎么这么冷静？这身材穿超短裙纹身，谁绑他不绑谁？看他一出来，连哭都没哭，估计都乐得甩了。室友一见我就把我赶出寝室，万一他染上什么病怎么办？我只能躲上天台，吞下几口空气，准备安慰自己。结果烟忘了掐，烫到手指，我还想灭掉，脚下一滑就掉下去。不幸中的大幸，我没死，却砸死了个无辜的路人。他的轮椅翻飞，头破血流，眼看就不行了。你他妈的医生刚告诉我有机会站起来了，你掉个毛线下去？他说的那叫一个不甘。他就是姜望，南阳一中的校草。结果我住进了 ICU， 他住进了太平间。我爸递进一张纸条，写着：“念念，你要活着。”我盯了2秒，差点晕过去。再次醒来，我又回到了绑架之前。每当我或姜望死掉，时间就会倒流，回到这个时刻。我发誓，这次我要好好活，不光是为了我自己，还有他。现在我坐在篮球场边上发呆，姜望在场上飞奔，篮球都像听话的宠物似的，见到他就飞进篮筐。女生们尖叫成了背景音乐。可惜他的帅，最多也就撑个3秒钟，一记漂亮的3分。他突然反击不起，所有人围了上来，心里想着肯定是超长的才艺秀又闹出事了。我走过去，扒开人群扶住他，疼就咬我，别忍。他痛得像是个小动物，扭曲的五官让人看着都想心疼。可他力气小，连推开我都没力气了，最后干脆毫不留情地咬了我一口，真疼。上车时他意识清醒，还是忍不住问：“你是谁？”我平静地回到10年。我管你叫什么念报，我干什么？我深吸一口气。那你自己爬上去。他张口欲言，最后累得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我待了整整1天，结果他瘫了左腿，永远没有知觉。医生，我的腿还能恢复吗？他蜷缩着摸着自己麻木的腿，一副要命的暴躁模样。从医学角度讲，神经损伤几乎没恢复的可能。他气得直接把输液针扯了，所有药瓶也随之飞散，护士都被赶得四处逃命。我安静地坐在一边，叹了口气，哪怕我回到绑架前轮椅的事实也没法改变。等他折腾够了，我站起来砸够了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他随便拿起手机打我脸上，我躲开手机，被砸成了破碎的艺术品。我说了，我叫10年，我有女朋友，能不能安静点？我不影响，我无所谓的看着他，他瞪大了眼睛。有病？我耸耸肩，嘴角带笑，你才有病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转头去对着纱布包裹的腿沉思，像是在考虑生活的新意义。然后他女朋友赶到，哭得像是失恋，还是那种人生崩塌的类型。姜望，我听说你永远站不起来了。他那表情，一副大事不妙的样子。他倒是直接瘫在地上。不信，姜望脸憋得更红，什么话都不说。下一秒，病房里弥漫起一股不明的气味，他尴尬的就像个小孩子。别，你闻到没？姜望，你不会是……我尿了。他红着脸，不情愿的低声道。小女友捂住鼻子，连滚带爬的跑了出去。对不起，我要吐了。他是姜望高2的篮球校草，身高182，满场都能当焦点。现在这个昔日的风光无限人物，却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轮椅上，面对篮球篮筐，却撞个鼻青脸肿。我站在他身后，默默看着他，完美的见他后脑勺一晃，我手一伸挡住了飞来的篮球，结果手臂撞到篮球的瞬间，钻心的疼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冷漠的说道：“谁让你挡的？我想挡就挡，你管得着？”我没好气的回他。他抿着嘴气的半死。10年，你就算一辈子跟着我，我也不会喜欢你。那我谢谢你。我心平气和的把水瓶递给他，喝吧。他说不喝，我把水瓶一扔，不喝，自己拿着。结果这家伙真不喝，忍了这么久，居然渴到晚上去医院了。我推开他的病房门，地上又是一片狼藉。他又发脾气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进房间，刚想开口，他就朝我扔了个输液瓶。姜望，我心里火大，脸却被砸出一道血口子。我有点懵，但看到他瘦小的身影，心里又涌上一阵不忍。姜望，我坐在他床边，轻声叫他，他气呼呼的转过头。我看到他红红的眼睛，像是哭过。你滚出去。他说话的时候，声音里有点发抖。你不打点滴想死吗？我已经废了。他的声音低低的，带着一种轻描淡写的绝望。死不死关你什么事？我愣了一下，沉默了片刻。他说的也有道理，你想死？我问他，他没回答。我叹了口气，想死也得治好腿，再去吧。他怔了一下，目光定定的看着我。你试过？他终于开口。试过了，像你这种瘸子没攀上天台就疼死了，怎么让我抱你上去？他低下头沉默了。我以为他又不理我，结果没多久，他从被窝里伸出了一只手腕。我叹了口气，呼叫护士，终于给他输上了液。下了晚自习，我拖着行李去了我妈家。他开门看到我的一瞬间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冻结了，好像我不是他女儿，而是一个突然从天而降的外星人。不是让你去你爸那儿吗？我耸耸肩，我说了，那边太远了。然后我拖着行李，像个不速之客一样进了门。一进屋就看到一个穿围裙的男人站在那里，他戴着眼镜，看上去有点眼熟。我愣了2秒，终于认出来了，他是我室友张静的爸爸。当下我就有点懵逼，这不是我室友的老爸吗？叫人啊，没教养。我妈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无奈的扯了扯嘴角，
朝他点点头。张叔叔。张叔叔显然有点愣，显然没料到我会出现在这里，表情有些惊讶。回到房间，我点了支烟，一边点燃它，一边问我妈：“你怎么认识张叔叔的？”家长会，他轻描淡写的答道。我刚吸了一口烟，他如猛虎般扑了过来，狠狠地把烟抢过来扔进了垃圾桶，怒气冲冲地拍了我一巴掌。你看你，样子倒是酷了点，怎么不直接去当街头小混混啊？抽烟、打架、谈恋爱，你就这副鬼样子，能像个学生吗？我翻了个白眼。那你呢？炮同学的爸爸像个妈妈。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，眼神中充满了杀气。你要专门回来气死我，就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无所谓的看着他。好啊，如果你非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我低头收拾东西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我活不过你，没什么好争的。从我出生的那一刻，我就输了，注定了是个失败者。你是赢家，妈。”他关门的那一刻，我忍不住心里一疼，感觉像被针扎了一下。然而下一秒，我手背传来一阵温暖的触感，我低头看了看，泪水还是忍不住掉了下来。班级里，一群男生围在江望旁边，笑得不怀好意。哟，江望，今年5000米不报了？看他那副模样，估计只能参加残奥会了。一个男生笑得像个得意的猴子。我转头看向江望，见他死死盯着那帮人，嘴巴紧闭。我知道他不想和他们争执，我不想让他再受刺激。拿出一本漫画书递给他，想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。然而江望直接把书扔回给我，眼神像是说：“你以为这能拯救我？”几个男生继续调侃着，甚至有一个不怕死的男生双手趴在江望桌子上，嘲笑得更肆无忌惮。江望，去年你还挺嚣张的，怎么今年就变成了缩头乌龟？我心里一紧，看着江望的反应。果然，他抬头冷冷地瞥了一眼秦宇。去年是你爹被我打得晕头转向，今天怎么又开始嘴臭？秦宇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江望竟然敢反击他，瞬间有点僵。哼，你现在成这样，还敢这么狂？就在这时，秦宇看向我，眼神满是挑衅。姐姐，跟着他有什么好？还不如跟我，保证让你爽。我原本不想插手，但这话让我忍无可忍。我站起来，正准备冲过去动手，结果江望已经先动了手，一本书准确无误地飞了过去，砸中秦宇的脸，瞬间让他捂住了眼睛，尖叫出声。卧槽，江望，你敢打我？江望毫不畏惧，仰头冷笑，打的就是你，牙签嘴巴臭得像垃圾场。接着几个人围上来想抓住江望的手，但江望反手用书啪的拍开了那个男生的手。阿痛那男生惨叫着捂着被拍到的地方。江望冷酷地丢回一本书。你们还来吗？我愣住了，看着江望的表现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最近看到他一直带着受伤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他打不赢呢，没想到他打架的实力真心不容小觑。一个男生气得跳脚，你这样牛，站起来啊，咱们去比比。江望冷笑一声，你一个腿断的瘸子，还想和我比？你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秦宇气的脸色铁青，他看着被江望打得流血的手指头，又想威胁他说，你就不怕我告诉老师？江望不慌不忙，告诉老师，你说你在学校被你爹打了。几个人的气焰一下子被压了下去，其中一个男生嘟囔着，算了算了，别惹他，他爸捐了一栋楼，得罪不起。我坐下来，忍不住劝道，江望，别理他们说什么，别生气。江望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冷冷的回应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不在乎他们说什么。他嘴上说不在乎，可我能看得出来，他心里并不轻松，毕竟曾经他是校队的明星，成绩一流。然而现在却被命运开了个玩笑，运动会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我陪你打游戏。我安慰道，谁要和你打游戏？我现在没心情。江望气冲冲的把书砸在桌子上，发泄一下情绪。我微微一笑，那我们玩点别的也行。江望突然瞪了我一眼，10年，能不能离我远点？我顿时愣住了，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我低下头不说话。江望继续怒视着我，你没有自尊吗？跟着我，别人都怎么说你没听到吗？我被他的话吓到，心里有点不舒服，但还是笑着问他，怎么说啊？江望看了看我，犹豫了下，最终叹了口气，反正不好听。我和他对视了一会儿，最后他似乎败下阵来，你长得不差，干嘛要吊死在我这棵枯树上？我轻笑着问他，所以你刚才生气是因为他们说我了？他一下子张了张嘴，明显有点被吓到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会有打断了他？不重要，反正这样很好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不再说话。然后我去找秦宇报了个5000米的项目，我替江望跑，反正他想看。我们走出校门，准备散步时，忽然前面走过一群人，个个手臂上都有纹身，手里还拿着木棍。我的心瞬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赶紧拉着江望准备掉头离开。这时为首的男人叫住了我们。江望停下来看着他们，眼神一如既往的冷淡。干什么？男人露出一抹幸灾乐祸的笑容。听说你腿断了，过来看看，真惨啊。江望不理他，冷冷地甩了一句，看完了不滚的话别怪我不客气。男人一笑，递给江望一根烟，来抽一根续续。就江望看了看那根烟，淡淡的摇头，借了。男人似乎不信，他拿着打火机在江望的额头轻敲了几下，带着调侃的语气说道。借了。江望低头看着自己的轮椅，冷静地说了句，我的数学作业没带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心想这家伙是不是有点过分？那你自己去拿。我无奈的回应，你帮我拿。他语气平淡，完全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
我有点怒了，刚走出去又停下，回头质问：“你什么时候要做作业了？”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脸色渐沉：“10念回去拿就回去拿，难道不行？”突然，我意识到周围的气氛有点不对，这些人不是来叙旧的，而是向来找茬的。果然，就在我准备往回走时，几个人站在我前面挡住了去路。这是你新女朋友为首的男人挑了挑眉，眼神带着浓浓的不善。江望淡然一笑，几乎是嫌弃的瞥了我一眼。不认识男人脸上的笑容越发深了。他一手捏起我的下巴，嘴角带着戏谑：“江望泡妞还得看你啊，每个都是大长腿。”腰细的像是给专门设计的江望终于有些火了，他猛地把书包朝那个男人砸去，书包飞出去，砸得男人一头雾水。我是不是脑袋有问题？你抢了我多少女人，我碰你一个，怎么就急眼了？男人一步上前，伸脚就踢翻了江望的轮椅，继续放肆啊！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戴绿帽子。男人话音刚落，又一脚踢了过去，江望抬起头，嘴角一血：“不想死放了他来啊，你站起来打我呀！”男人毫不畏惧。一群人发出嘲笑声，我的心瞬间沉了下来。江望低声问我：“你想要怎么才肯放过他？”给我跪下的男人冷笑，语气充满挑衅。做梦江望回应的毫不犹豫。我环顾四周，突然摸出手机想报警，却被一个人抢了过去，还嘴硬呢，真以为能威胁我？男人冷笑：“那就让你看看我怎么玩你的女人。”他一挥手，身后的几个小弟立刻朝江望围了过去，拳脚相加。江望毫无反应，只是冷眼旁观。你最好把我打死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后猛地瞥见旁边的破椅子，脑袋一热，拿起椅子就朝几个人砸过去，但显然他们的力量比我大得多。很快就有人压住了我，动弹不得。行，别打了！我突然大喊，心里做出了决定，想抛我可以吗？别打了！男人眼神一挑，那好，放了江望。那我走了。我打量着他们，勾了勾嘴角。当然这么个瘸子没啥可打的，那就赶紧的，我还得回去写作业。我甩开了他们的手，朝江望走过去。男人眼里带着明显的兴趣，够辣。他下令放了江望。我迅速将他扶回轮椅上，你先回家，明天明早我去找你。江望抓住我的手不放，你疯了？别说了，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你想被打死？我轻轻推着他，他却怎么也不肯松手。10念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就跑，前面有治安亭。他急了，我瞥了他一眼，我不跑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无奈的低头，放心，我没事，这种事我见多了。你才多大就见多了？我有些不信，眼前的他看起来比谁都要虚弱。这次算你欠我的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他突然开口。不答应你不许去。他不耐烦地说。答应我不准去死。我目光坚定地看着他。江望愣住了，他的眼神变得困惑。你说什么鬼话？我只是笑了笑，轻轻推他，快走。然后转身朝男人那边走去。刚走过去，男人就伸手抓住了我的领口。你要干嘛？我一阵寒意，突然转身。江望还没走，他站在那儿眼神纠结，终于喊了一声住手。受不了了男人的笑语，愈发猖狂，大名鼎鼎的江望居然要给我下跪。一群人哄笑我，看着江望的眼神，心头一阵酸涩。别，我们去那边。我指着漆黑的小巷，笑着哄着男人。男人眼里顿时充满了贪欲。好啊，现在你下跪也没用了，天王老子来了，这狐狸精也是我的。他一手搂住我腰部，朝巷子里走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听见了后面一阵打斗声。5分钟后，我从巷子里走了出来。江望还没离开，他坐在轮椅上，脸色苍白，眼神复杂，仿佛丢了魂。我微微叹了口气，我送你回去。一路上，他低头不语。到了他家别墅门口，我看他流血的伤口，不由得有些担心。你家里有人吗？阿姨睡了。他淡淡回了一句。我沉默了片刻。要我进去帮你清理伤口吗？他看了我一眼，想进就进。于是我跟着他进入了房间。房间很大，黑色调的布置，十分简洁。床头放着一个医药箱。我处理伤口时，他突然变得出奇的顺从。我随手涂了些药膏。他低声说，走过来拿起棉签，扯开我背后的校服。我迟疑了片刻，但最终还是坐正了身体。他的目光落在我背上，久久未曾移动。怎么了？我低声问。痛吗？他的声音很轻，不痛。我说实话，完全感觉不到疼痛。他慢慢的为我涂药，动作轻柔的让我几乎忘记了疼痛。为什么？他突然问。为什么你不跑？我如实回答。我跑了你怎么办？你不怕吗？他们看起来很凶，别的小姑娘早就吓哭了。我笑了笑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我见过比他们更恶心的。他停住了动作。你就算再大胆，也不该这么做。你一个女生明白吗？气氛一时变得有些沉默沉重。他碰你了？他突然问，眼神里全是担忧。没有，我低声回答。他愣了一下，神情有点自责。是我太废了，现在成了个废人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你被他们……我不禁扬了扬眉，玩笑般的打断他。废人？你这不算什么，等会儿我也要去报名参加废物大赛。至于你说的那些，放心吧，他们如果敢动你一下，明天就会突然失业。他突然认真地盯着我。如果你真考虑好当我女朋友，随时欢迎加入我的废物行列。不过如果你想退出，随时可以。这话让我一愣，心里暗想，这家伙也太直白了吧。你放心，今天的仇我一定会帮你报回来的。他说着握住我的手，似乎在做什么豪言壮志的宣言。真没什么，我笑了笑。他真的没动我？他没信瞪大眼睛看着我。怎么可能？他没动你？你是个什么宝贝？怎么会？我耸了耸肩，轻松的样子带着点小幽默。其实他差点动我，但我机智的说了句我有传染病，他立马退缩了。他震惊了，嘴巴微张。你真这么说的？当然，我可是把传染病拿出来做了展示。我一边说，一边悄悄拉开校服的一角，把腿上的纹身露给他看。他微微皱了皱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有病的证明。我淡定的回答，带着点自嘲的笑容。
外面的人都说我换男朋友比换衣服还快，所以呢，我就让自己脏一点，大家也就不敢再来找我麻烦。我眨了眨眼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你不怕吧？”他看着我愣了一会儿，沉默不语。难道他也开始觉得我不干净了吗？我有点不安，心里想着，也许他真是和别人一样，觉得跟我站在一起丢脸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心情低落，眼眶一热，差点忍不住流泪。这时候，他突然拉住了我的手：“别走！”腿上的烟头烫伤怎么来的？我猛地一惊，觉得他像是抓住了我最软弱的一点。我的脸色瞬间变得沉重。我自己烫的他皱着眉继续追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我叹了口气，知道再怎么解释也没意义。每个曾经伤害过我的男人，我都把他们的名字烙在我的腿上，直到我死也不原谅他们。他沉默了，仿佛无法消化我说的这些话。他们是谁？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像是不敢相信。我直视着他，轻声说：“我妈的前男友们，我的那些叔叔们，他们穿的体面，做的出格，在背地里动手动脚，但我没反抗你，是不是觉得我很脏，很卑微？”我的声音渐渐低沉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。是的，我自己都觉得恶心。他张口想说什么，但被我的话堵住了。然后他突然一把抱住我，我吓了一跳，正要推开他，突然感到一股温暖从我背后传来。他轻轻吻了我一下，仿佛要告诉我某种他自己的安慰。你不脏是那些人脏你，以后不管是谁敢动你，把名字告诉我，我替你记着他们的名字，根本不配出现在你身上。那一刻，我的心情不再那么沉重，或许身边真的还有人愿意为我而战。那一晚我留在了他家的客房，我的眼泪像是没节制的水龙头，怎么都停不下来。每次想到那个画面，心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住了，是不是就像是那个跳下去的我和现在的我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？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，反正就是哭，似乎只有这样我才能感到一丝释放。我不清楚他什么时候进来的，只觉得有一双眼睛静静地注视着我，一直看着，直到我终于累得沉沉睡去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他坐在我床边，看着我，眉宇间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复杂。我的眼皮还沉重，根本没反应过来你睡得还挺沉。他说语气里有点无奈，又带点戏谑。我打了个哈欠，迷迷糊糊地瞥了他一眼，懒洋洋地说：“你能不能换个地方盯着我看？这种守夜的行为让我很困扰。”他说着不发一语，转身就走了。不过今天的气氛比以往任何一天都要怪异。我和江望就这样开始了新的每天早上一起去学校，晚上一起回家。我们两个人时而像对搭档，时而又像两个陌生人。在学校里，我们俩总是找了个角落坐着，大家都觉得我们像两个怪物坐在那，目光迷茫，仿佛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没意义。我们是不是有病？有一天他突然这样问我，我随便瞥了他一眼，淡定地回答：“那你怕吗？”他摆了摆手，似乎根本没在乎。怕个屁命，已经烂得不能再烂了。我轻笑一声，不自觉地又说：“我怕，如果你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”他愣了一下，眼神一瞬间暗淡下来，好像被我的话打击了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我看你没反应，便觉得有些失落。然后事态发生了转变，第二天他开始坐到课堂上，认真听讲，不再是那个随便打混的懒散学生。他认真的样子让我有些意外，甚至有些愣住了。我一直认为他不过是个混吃等死的家伙，怎么突然变得如此专注？看他埋头做作业的模样，我突然有点不知所措，继续保持我那个一贯的颓废姿态。在课堂上完全没有心思听讲，突然他一把拍了拍我的桌子，声音有点急促：“起来听一下，别只顾着睡觉。”我眨了眨眼，睡意未消，心情不太好，抬头冲他发火：“你疯了吧？我睡觉有错吗？”他翻了翻白眼：“你不听课，我疯了也没办法。”我沉默了一下，看着他，显然很认真地翻开了数学书，盯着那一页，上面满是我一脸看不懂的公式。我无奈地叹了口：“我不看不听，你要疯就自己疯，别带着我。”他低声哄着我：“就听一点点，总要学一点进去的吧。”我满脸的不情愿，却被他握住了手。感受到他掌心的温暖，我心底有些不自在，他的举动有点让人迷惑不解。虽然之前说了什么男女朋友之类的，但其实我一点也没上心。就像他这么做并不意味着什么，但他突然这么紧抓着我的手，我却有些尴尬，不知道该怎么摆脱这种感觉。江望放手，我忍不住开口，他却依然不松手，不放，除非你答应听课。我无奈翻了个白眼，这人简直是个死脑筋。结果我心一横，直接把他的手拉到我大腿上。他的脸色瞬间变了，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的震惊：“10年你干嘛呢？光滑吗？好看吗？”我笑着反问，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弯。他目瞪口呆：“你还真当我轻佻了？”挑眉，笑容更加得意：“问你呢，接下来。”他整个人显然被我搞得有点崩溃，迅速撤离了我的大腿，还显得相当不自在，耳尖泛红。我忍不住笑了出来：“你还是不是男孩子了？”他随即变得无奈，翻了个白眼，低声说：“现在上课不要再做这种事，胆子可真大。”我看着他，猛地吞咽了一下口水，心里暗想：这小子果然是纯情男一枚。我笑了笑，不再逗他，开始默默看漫画。他则低头继续做着试卷，没再理我。就在这时，我忍不住问他：“你最近怎么了？平时不见你这么努力。”他勉强一笑，头也不抬。我爸说，如果我年级排进前100，就给我股份。我笑了笑，喝水的时候差点喷了出来。你现在年级多少？他低声答道：1000多。笑得更大声了。班上第1名，在年级排200多。你想考班上第1，还得超越3个尖子班。你确定这事儿能做成？他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根本不可能。那你还非得靠我？瞪大眼睛看着他，他眼神闪烁，低声说：“因为我需要钱。”我忍不住嗤笑：“你要钱干什么？”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。说了你也不懂。我心里一动哦。为了帮他考进年级前100，这似乎是我接下来的任务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突然严肃地说：“你也得听课，我底子比你差，得靠你帮忙。”我瞪了他一眼，老实讲的，
简直就是天书他一脸无辜。我知道你觉得枯燥，但比起老师念经，我更喜欢听你念我无语了。决定不和他争论，反正我们早已从上课打游戏、看漫画变成了我埋头写笔记。他则愁眉苦脸地盯着讲台，晚上书包里装的满是书，仿佛每一页都是我能救他命的资料。下晚自习我就去他家，把老师一天的内容给他讲一遍。正准备休息的时候，我拿起手机看到一条好友请求验证消息，张叔叔心里一紧。我几乎能猜到是谁了，还是通过了你好，我是张叔叔张静的爸爸。你好，我简短的回复，心里却开始胡思乱想。接着他发了过来，我跟你妈妈的事，你能暂时保密吗？张静快高3了，我怕他知道这事会影响他学习，我忍不住笑了。他不能接受我就能接受了吗？知道他接受不了，那叔叔为什么还要和我妈在一起？我反问他，你讨厌叔叔吗？他似乎有点惊讶。我不讨厌，我只是觉得你能去问我妈，而不是我有点无奈。没关系，叔叔喜欢你哦。我愣了一下，突然觉得不对劲。叔叔听张静说你长得挺好看，挺受欢迎的，能发个腿照给叔叔吗？我看着这条消息，瞬间感觉手机屏幕的温度都变得让人不寒而栗。江望转过头，看见我失神的样子，马上注意到了我的不对劲。怎么了？他皱眉。没事。我急忙把手机锁屏，他看我这样，直接拿过我的手机。可是他不知道我的密码试了几次都解不开，最后一副无奈的模样。我低下头，脑袋里只想着那条信息，胃里翻滚，简直快要喘不过气。江望，我声音微弱的叫了一声，我在他立即握住我的手。你觉得我脏吗？我几乎是带着哭腔问的他，神情一僵。不脏，到底怎么了？我抿了抿嘴唇，哽咽道。他们为什么总让我发那种照片？他们都觉得我很脏吗？江望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。谁发的一个叔叔？我如梦初醒，脑袋一片空白。手机他冷冷的命令道，你生日。我无力地说。江望低头解开屏幕，看到那些信息后，他的神色瞬间变得复杂。接着他直接发了一条语音，你说说看，你想看我女朋友哪条腿？他的语气充满压抑的怒火，那头顿时开始慌了，连忙道歉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爷爷。江望冷冷一笑，想跟我女朋友发这种信息，自己去医院看看病，哪天不去我就让120送你去，你是个社会渣子。出门丢人现眼，那边直接不再反应，消息已经消失了。我目睹了这一幕，心情复杂，简直不敢相信。你怎么知道他是谁？我问他。听你提过你妈妈的男朋友，所以查了一下。他不假思索的回答。查他干什么？我有些愣住。怎么说呢？什么人都在你家，我不放心。他淡淡的说道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对我不放心。他猛地抓住我，低头吻了下我的额头，气氛突然有些凝重。10年以后遇到这种事，跟我说别自己忍着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无奈一笑。我没怕，只是有点恶心。那就以后别看别人的，我不恶心你。他眼中满是深情。看到他如此认真，我突然有些不知所措，忍不住往后躲了一下。躲什么怕？我爱上你。他调侃到我半开玩笑的回应。不如不要爱我。谁说我要爱上你了？做梦。他无奈的打断我，似乎心情一下子便差了。我去个厕所。那我回去了。我站起来打算离开。别回去。他突然停下我，你去客房太晚了。我不放心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想了想，决定不回家。毕竟张叔叔也许在那里，我一想到就不想回去。好吧，我点头。你一个人能搞定吗？我指着卫生间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眉眼含笑。怎么你要帮我推轮椅这种事，我还是能胜任的。我笑着说。他叹了口气，以后吧，有机会的话我让你帮。然后他自己转身进了浴室。我不禁好奇，那你说断腿的男朋友说要让你爸把张叔叔开除，以此威胁让你跟我分手，这事儿怎么回事？哦，他说了什么？我咬着唇，不禁有些好奇。真有这事？他看着我一脸失望。有。我低头不敢看他。啪，他突然甩了我一巴掌，疼得我瞬间眼前一黑。我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他的声音充满愤怒。是啊，生下我干嘛呢？我的脸火辣辣的疼，强忍着泪水。你知道吗？他给你发的那些信息。他的声音猛地响起。江望把我拉到了他身后。你还敢出来？我妈怒气冲冲地看着江望。你把我们家念念带坏了。江望依旧面不改色地站在那，毫不退缩。骂我可以，但在这么多人面前骂自己的女儿，阿姨觉得不丢脸吗？他平静地反击。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这么没教养。他气急败坏。你要找我妈吗？江望冷冷地望着我妈。把你妈叫过来，我要和她算账。她死了。江望淡然回应。在墓地。我和我妈都愣住了，完全没有反应过来。那你爸呢？他愣了一下，试探着问。法律上我没有爸，我妈和我爸没结婚。江望淡定地说。10年，你都交了什么人？我妈气得脸色铁青。比你那些垃圾男朋友好得多。哼！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截屏发给他。看到信息后，他的脸色瞬间苍白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你是不是删了什么消息？你张叔叔怎么会莫名其妙跟你说这些？阿姨，您这是怀疑我不成？怎么可以相信外人，反倒不信自己的女儿呢？江望一副无辜的样子，语气竟然有些挑衅。你这是胡说八道，家里的事你插什么话？我妈气得快跳脚了。好啊，不让我说话，那就继续自欺欺人吧，看看谁笑到最后。江望不急不躁地笑着，眼神带着些许戏谑。你干嘛管我？10年，赶紧跟他分手。我妈气喘吁吁地抓住我的胳膊，仿佛要把我从江望面前拉开一样。我耐性已然耗尽，开始回击。我才不跟他分手。您哪来的资格管我啊？从你泡了张静的爸爸开始，你就彻底没资格了。就在这时，
张静像个幽灵似的出现在楼道口，脸上布满了疑惑。念念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怎么能说我妈妈泡了我爸爸？我瞥了他一眼，心头一阵刺痛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你自己去问问你爸爸，最近晚上都是回谁家？你胡说！我爸爸现在跟我妈要复合了，怎么可能会去你家？他边说边眼圈泛红，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了。我妈闻言，终于沉默了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尴尬的气氛。念念，你能不能把我爸爸还给我？阿姨，您把我爸爸还给我吧。张静突然哽咽着问我，他这是要上演天使哭泣的戏码吗？我只觉得一阵恶心。还给你，你妈妈死活不跟你爸复合才怪。你什么意思？张静愣住了，语气愈发急切。我嘴角扬起，什么意思？你爸人品不行，你也不怎么样，我是你妈，干脆躲得远远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。他的眼泪越流越多，似乎想用泪水洗清所有过错。别装了，难道好朋友是我把秘密告诉你，然后你再在背后捅我一刀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没做过这种事。张静一脸惊讶，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慢慢看吧，看看你的好爸爸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我把聊天记录直接发了过去，笑着看着他，表情逐渐变得呆滞。你以为你爸爸是圣人吗？我冷笑着转身准备离开，突然背后一股力量猛地推了我一把，瞬间世界翻转，我被推下了楼梯。我被推了，我心里闪过这一念，随即失去了意识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医院了，医生诊断是轻微脑震荡，需要住院观察1周。躺在病床上，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江望那张带着笑意的脸，耳边是爸爸和妈妈在隔壁房间的争吵声。当初是你抢着娶了念念，现在你为了追个女朋友就不管她了，那你觉得我应该永远待在家里不做其他事吗？我过得那么压抑，除了孤独的守着空房，得到了什么？是我对不起你，但你不能把气撒到孩子身上。为什么不能？你看见他就烦，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，我就受不了。你真是不可理喻。这些争吵我早就听习惯了。其实我一直知道我妈并不喜欢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不够乖巧，不像那些成绩好、长得漂亮的孩子，结果竟然是因为我长得太像我爸了。我一时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住院的这7天，我看见了许多病人的痛苦，有车祸的受害者，孕妇在水灾中的挣扎，还有老人不离不弃地守护着重病的孩子。我爸依然那么忙，每次他都匆匆而来，带着一身疲惫，却又总是默默地坐在我床边看着我。我心里明白，或许他一直想弥补些什么，但他似乎错过了我成长的所有时光。有一天，我对江望说，我们去纹身吧。纹在哪里？在手腕上。他歪着头，好奇地看着我。纹在你我之间，念念不忘，念念不忘。他忍不住笑了，你这么写，纹了我就永远找不到别的女朋友了吧？我笑着反驳，那我就不纹了，算了。好吧，纹，但你对我负责吗？别闹了，我待会儿发5块2给你，行吧？5块2就想买我这么廉价吗？我没钱了，要不要？要。他带着笑意接过话，完全不放过任何一次逗我的机会，说不要是你们女生的权利，我只能要。你真是个大混蛋。于是我们关了机，直奔纹身店。看着他痛得龇牙咧嘴，我不禁想笑，就这点疼都受不了，还想泡妞？啧啧，你不痛吗？你是人吗？这真的好痛。他看起来像是要忍不住大叫。怕了吧？怕呀，我的腿都废了，手再废了，我以后怎么抱你？那我抱你呗。他一脸黑线。你搞清楚，是我泡你，不是被你泡。行，是你泡我。我懒得再和他争论，反正他泡我泡得很起劲。自从和江望疯狂学习后，我的梦境也变得高大上了。晚上的噩梦全是关于考试的，简直就像是考场上的鬼魂在追我。某天，我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醒来时突然浑身一激灵，浑身冒冷汗，睁眼一看，江望正坐在桌子那边，一手握着我的手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怎么了？他低声问。我又做噩梦了。我脑袋一阵迷糊，又是考试。他眉头皱成了川字，挺可怕的。我缓缓爬起，脑袋有点混乱，梦见啥了？他显然很担心，神情紧张。梦见考试，卷子发下来，我名字还没写完，老师就让我交卷。我一说完，江望直接哭地笑了。就这么讨厌学习？他轻声调侃。我点点头，心虚地扯开话题。那你不是说我们一起考个学校吗？那就不考了。江望一脸痛心疾首。你都做噩梦了，我一个人学吧，剩下的都交给我，你就开开心心的。哦，我惊讶地抬起头。你确定我能开开心心的就行吗？当然。他轻轻拍了拍我的头。我来养你完全不成问题。我愣了愣，养我？你这么有自信？这孩子竟然敢说自己养我，我还以为他会告诉我他正在投资理财呢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他看起来认真的样子。愿意，谁不想当女童？我笑着回应。他瞥了我一眼，似乎有点不高兴。你就比我大那么几个月，竟然敢叫我弟弟？哦，我挑着眉。你都比我小，你不觉得你得叫我姐姐吗？他的脸立刻黑了，黑得像锅底一样。我知道他对弟弟这个称呼不满意，但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谁是你弟弟？他怒目而视，紧盯着我。比我小就比我小，凶什么？我无视他脸上的黑气，伸手捏了捏他的脸，得意地笑了。
他的眼神有点危险，简直像是随时准备扑上来。那你以后别吓哭我。哈哈，还吓哭我？你开玩笑呢？我笑得几乎无法停住，心里却有点莫名其妙的心跳加速，十念适可而止。他忽然低声警告：为什么？我不甘心瞪着他，我就是不服。他突然低语一声，直接把我拉过去，感受一下。他眼里有种蛊惑的光芒，瞬间让我顿住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江望，他眼中闪过一抹柔情，最终还是松开了我。接下来的一节课，我一直在心跳加速中度过，直到晚自习下课都没缓过来。那次之后，我发现自己的青春期意识觉醒了，明明胆子很小，却不自觉地越发大胆。尤其是江望他越放肆，我反而不敢再和他较劲了。考试前一天，他突然来找我说，如果他能考进100名，要我答应他一件事。成绩公布的晚上，我一直心神不宁，不是担心他考不好，而是怕他考好了，提的要求太过分。结果江望稳稳地考了第100名，去把腿上的纹身洗了。他定定地看着我，就像盯着一个猎物。疼，我抗议，那就忍着。他不客气地拉着我去了纹身店，整个过程我几乎忍到快昏倒，冷汗直冒。终于把大腿上的纹身洗掉了。那晚我们去他家看电影，他始终盯着我看，目光深邃，然后我们接吻了。他紧紧抱着我，轻轻吻住我的耳朵。这次你考了800名，进步了200分，这是奖励。那谢谢啊，我笑着回应，脸上微微泛红。下次考进500名，给你更大的奖励，想要吗？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什么更大的奖励？我心跳得越来越快，声音有些颤抖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吻到最后，轻声在我耳边说了3个字，这3个字像是一颗炸弹，瞬间让我脑袋一片空白，整晚心跳都不受控制，一直到我回到家，躺在床上，心里依旧是那3个字：成人。在爸妈离婚后的那段时间，我和他之间的沟通只有便利贴。他工作忙，我也习惯了这种淡淡的距离。每天早上，他会留个字条告诉我今天的安排。晚上他回来时，我已经睡着，他会做好饭放进冰箱，贴上纸条，告诉我第2天要吃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假期的午后去他房间收衣服时，突然发现了一个盒子，盒子里塞满了便利贴，有一张纸掉了出来，散落一地。我捡起一张，看见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：爸爸今天也好想你，你能回来看看我吗？这字迹明显不像是我爸写的，更像是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小孩。我继续翻开盒子，看到更多的字条和我小时候的涂鸦。爸爸认真的回复：画得不错，看得出我们家念念有艺术天赋。这些杂乱的线条就是我们念念的世界吗？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我的鼻子不禁一酸，原来每一张纸条爸爸都看过并认真回复过我。我一直以为他忙得无法照顾我，结果他每个小细节都没有忘记。他虽然忙碌，却一直在默默地爱着我。江望来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哭得像个傻子，不到10分钟他就出现在我家楼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擦擦眼泪跑去开门。你电话里那声音，我能不来？他站在门口，一副慌乱的模样，最后直接把我拽到他怀里，拍了拍我的背，安慰我：没事没事，别哭了，怎么了？他温柔地问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才慢慢开口，突然发现我爸居然还是爱我的。啊！江望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你爸当然爱你啊，可是他爱我，为什么不回家？为什么要和我妈离婚？为什么不要我了？我有点愣住，声音有点颤抖。我也不知道，大人们总有他们的理由吧。江望叹了口气，好像自己也在消化这个谜团。江望，你讨厌你爸爸吗？我突然问他。还行。他停顿了一下，不算讨厌吧。我从小跟我妈一起生活，妈说我是捡来的，没有爸爸。我低声说，我妈死了之后，突然我爸来认我，给我打钱，可从来不让我去他那边，我们之间就像陌生人。我对他也没有什么，爱哪来的恨呢？江望低下头，似乎有点自嘲，他的情况也不比我好。江望，我以后会对你好的。我认真的看着他，像个小孩子似的。你画个大饼给我。他笑着问我，父爱给不了姐姐的爱倒是有很多，你要不要？我搂着他，轻轻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那我倒是可以给你一点父爱。他坏笑着说，叫爸爸滚。我拍开他。接下来江望就留在我家了。我们俩窝在沙发上，他给我读我爸的便利条，读得我都快昏了。怎么不读了？我有些奇怪。读完了，他放下最后一张纸。10年你有个好爸爸，羡慕我挑眉，真羡慕。他点头。那你认我爸做爸爸呗？做个屁！近亲不能结婚。我正要伸手去打他，他却突然抓住了我的手，轻轻地亲了一口。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吧。怎么好好过？我试图抽回手。好好吃饭，好好学习，好好生活。他说得很平静。现在不就是我眯起眼睛？他点点头。那天江望在我家待到晚上，我爸突然回来了，看到我们他一脸惊讶，但还是有点拘谨。我爸给我们炸了鸡翅，切了西瓜，吃完后还帮江望看了看腿。我爸做饭的时候，我主动进去帮他洗碗。他看我有点愣住。江望在外面看电视，我和我爸聊了几句，居然聊得最多的是江望他还挺不错的，你要多鼓励他。我爸说，爸你真的觉得他好吗？我有点迟疑，如果他家庭不太好呢？我爸放下完，眼神变得有些严肃。怎么了？他妈妈死了，爸爸也有了新家庭。我说得很平静，但心里却酸酸的。我爸愣住了，看到他脸色不太对，我有些失望。果然我爸还是不能接受他，不能接受他的家庭。这些大人总是以为自己懂得很多，却总是给我们指指点点。我有些生气，直到洗完碗，江望说他要走了，我送他到门口。他看到我情绪低落，可能猜到了我和我爸的谈话，神色有些失落。就在这时，我爸从厨房出来，主动脱下围裙走了过来。等一下！我爸突然开口。江望一愣，立马放开我的手。我送下他，我爸拿了车钥匙，准备带江望下楼。不用了。江望有些不好意思，
太晚了，顺便去散散步。我爸笑着说道。之后每次姜望过来，我爸都会送他回去。又去散步，我好奇地问恩，你就待在家里，我送你朋友。我爸说的一副没什么大事的样子。我看着他推姜望的轮椅动作有点生疏，却硬要装作很轻松的样子，真是搞笑。姜望也从最开始的不自在到现在会自觉在门口等我爸，真把我爸当你爸了。我开玩笑。是啊，我都没想到找个女朋友还能找个爸爸。他叹气，又带着点享受的表情。行了，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说实话感觉还挺不错的，就是有点小不爽。他凑到我耳边低声说，你爸对我越来越好了，我每次亲你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在犯罪，那你别亲我那不行。他一边说一边趁机在我脸上轻轻亲了一口，我能忍住，但我怕你忍不住滚，我被他逗得没脾气。临走时他突然认真地说，念念我好想明天就22岁，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再等3年了。那是你，我希望我永远18岁。我笑着回答他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甩开我的手，和我爸一起下楼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心里不禁感动，暗自想，我能等到他的22岁吗？或许真的能。我和我爸的关系改善了很多，虽然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时，我们总是沉默寡言，但他就是那种话不多却总会做很多事的人。有时他会回家短暂停留，虽然只是1个小时，也让我很感动。爸，你也不嫌懒得跑步难，爸爸就回来看看你。他笑着回我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嘴上这样说，心里却莫名其妙的感动。我一直是个倔强的人，喜欢和爱太难说出口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爸总是干笑着递给我零食，帮我扔掉垃圾，然后又匆匆上班。高3开学在即，我已经有些期待，因为我已经半个月没见到姜望了。听说他爸从国外回来了，父子团聚，我也不想打扰。开学前一天，我打了电话给姜望，他那边好像很吵。我问他想不想见到我，他说可能还要等1周。他听起来有点无奈，为什么？开学不来吗？你再等我1周。我也想你想疯了，他有些烦躁。我得知他也这样想，我突然觉得自己不那么急了，反正1周嘛，我可以等。可是开学1周后，他的座位依然空着。我再打电话过去，他又说还要1周。一瞬间，我感觉所有的情绪都崩了，忍不住发了。挂了电话之后，他什么消息也不发。那天晚上回到家，一辆加长版的宾利神秘地停在楼下。我正准备拿钥匙开门，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，低头一看，才发现是姜望的爸爸。他穿着黑色西装，站在那里像一根拦路虎，气场强大到我都快喘不过气来。姜望要跟我一起出国治疗，他开门见山地说，哦，那挺好的呀。我尴尬地挤出一个微笑，可能以后都不会回来了。他补充道，声音里带着一种让我不太舒服的意味。我心头一紧，仿佛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卡住了呼吸。他放不下你，不愿意去。姜望爸爸轻飘飘地说了一句，带着点不屑的笑，那是他自己的决定，我又管不着。我无奈地耸肩，脑袋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。你觉得他待在这儿一辈子都站不起来，你和他能维持几个月？姜望爸爸冷笑了一声，语气里带着一些恶意。我沉默了，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第二天，姜望终于回到学校，看到他时，我的内心像是放了个烟花，一瞬间喜悦不行。整个上午我简直没心思上课，眼睛就盯着他看，直到他终于忍不住开口，你老盯着我干嘛？我脸上长草了？你脸好看，想看着？我拖着下巴，故意笑得像只得意的小猫。你是喜欢我长得好看？他有点不耐烦地问。除了脸，我还能看什么？难不成你让看看戏？我调侃道，你可以看，我也敢给，问题是你敢看吗？他微微挑眉，带着点挑衅，敢看？我还怕你不行？我毫不客气地反击，半个月没见，他那股不要脸的气质又提升了一个档次。晚点，他忽然伸手拉住我的手，低声说道，那一天的课、作业，甚至我觉得连空气都是甜的。我们在一起做着平常事，但这一切却让我心里泛起幸福的涟漪，连那种平凡的陪伴都成了我最珍贵的时光。下了晚自习，他送我回家，就在他家门口的花园，我们深情拥吻。他最后推开我，脸上带着笑意，又忍不住皱了皱眉。你能不能别这么野？舌头麻了。我的脸瞬间红了。行行行，你去找个温柔点的。我笑着看他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就不找，爱着你。他拉住我，眼睛闪闪发光。再让我看看，马上回家了。我认真地盯着他，看吧，以后天天看都看不够，就这么喜欢我。他得意地笑了笑，脸的那算了，不看也罢。他挑了挑眉，他拉着我走向他们家，我抽回手不肯去。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我将他的书包递给他，语气却带着一丝告别的意味。他愣了几秒，不是吧？10年，这语气像是永别，有吗？我笑着摇了摇头，心里却有些不安。真的不去我家？确认？确认。下次吧。我下意识地避开了眼神，心底却悄悄凉了一下。他狐疑地看着我，感觉他察觉到了什么。你今天怪怪的，到家了给我打个电话。知道了。我挥了挥手，转身走了。走路的每一步都特别沉重，心里突然觉得和他之间的距离变得无比遥远，那种失落感像是空气都变得稀薄。一回到家，我第一时间给他发了微信，我到家了。好。他回复后又发了一条，能开视频吗？想看看你。我犹豫了好久，手机屏幕上打出的那几个字像针一样刺在我心里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终于决定按下发送键。我们分手吧。
我的心狠狠一跳，疼痛的几乎无法呼吸。可是我没有回头，手机屏幕那边显示着正在输入，我的手指微微颤抖。几分钟后，他终于发来了一个简单的，我没有再回。接着电话铃声响了，石念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他急切的声音传来，带着无法掩饰的焦虑。就是分手，你觉得能有什么别的意思？我尽量保持冷静，心跳却不受控制的加速。你在开玩笑吧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是你说的，分手是我说了算。你忘了？我冷笑着回应。我记得，但是你不能就这样毫无理由的提出分手。他几乎是在逼问，怎么没有理由？我有别人喜欢的人了呀。谁？他几乎是脱口而出，文石啊。我发现我还是忘不了他。我脸部红心不跳的撒谎，心里却觉得自己快要死于羞愧。我们好聚好散吧。你撒谎能再离谱一点？他直接挂了电话。他应该猜到我有话要说，马上就打车赶来了。我知道他会怎么做，但我心跳还是狂跳不止。不到半小时，他就到了我家门口。我没有给他开门，耳边是他一直在门外敲打的声音。我装作没听见。不幸的是，我爸刚好回来了。他见到江望在门外，直接给开了门。我把自己锁在房间，装作什么也没发生。我爸也愣了，左右踱步，看我和江望之间像是两座大山，游走在我和他的间隙。你让他走吧。我爸终于开口，确定要分手？他又问。我抱着膝盖静静坐在床上。我爸愣了愣，看了我一眼，最后还是去请江望离开了。那一晚家里气氛有些沉闷，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。直到深夜，我终于听到客厅的门响，江望终于离开了，心底一空。我没有哭泣，只是呆呆地看着天花板，静静思考。等我爸回来时，他湿透了衣服，看起来被暴雨淋了个透心凉。江望也淋湿了。我不自觉地问道：是啊，我们都没带伞，浑身湿透了。我让他回去洗个热水澡，应该没事。我爸似乎看穿了我的心事，叹了口气。哦，我点点头，心里有些安慰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和爸爸说说。我爸的语气变得温和了些。我有别的喜欢的人了。我低声说，尽力掩饰自己的内心。爸爸不信。我爸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你可以骗得了他，骗不了爸爸。这句话突然让我有点窒息。江望爸爸回来了，要带他出国治病。我低声说，心中有些颤抖。我爸似乎陷入了沉思，过了很久才缓缓开口。那你打算出国留学吗？我愣住了。我的父亲向来传统且古板，直到现在我才知道，他竟然在考虑我的未来。原本以为他会支持我做一个乖巧的传统女孩，而现在他竟然问我是否要出国留学。那你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反问他。我爸低下头叹了口气，似乎在用沉默做深刻的哲学冥想。爸爸当然希望你留在国内，可是自从那个小子出现，你终于会笑了。他顿了顿补充道，你知道的，爸爸这一辈子就待在手术室，生死看得多了，觉得世上没什么是必须的。我皱了皱眉，半信半疑地问，那如果我选错了呢？我爸的眼神立刻变得坚定起来。那就重来啊，你还年轻，什么都来得及。我拿出手机，快速删掉了江望的微信，手指舞动如风，照片、聊天记录，他的号码统统清除干净，一气呵成，仿佛完成了一项世界级任务。随即我瘫倒在床，辗转反侧，一晚没怎么合眼。梦里江望总是出现在我面前，每次醒来，我都意识到他已经不再是我的了。内心的失落感如同潮水涌来，翻来覆去几次。我索性放弃睡觉，干脆熬到了天亮。起床后，我发现冰箱上贴着我爸的便签，满满一整张冰箱。没有什么过不去的，爸爸会一直陪着你。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才能成长，要相信每个遇见的人和每次离开都是命运的安排。如果你难受，随时给爸爸打电话。我爸竟然写了那么多贴纸，密密麻麻的贴满了整个冰箱。他是觉得我那么脆弱，连这些都不够码。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击垮的，毕竟这点小事不会让我死心塌地。上学时听说江望生病了，而且一病就是1周，他连学校都没来。虽然嘴巴说不担心，但我心里还是有些慌张。好几次放学，我绕过好几个街区，去他家附近转转。最开始别墅里还能听见点人声，可慢慢的灯光不再亮起，甚至连前院的野草都没人管了。我才意识到他走了那天，在他家门口的大榕树下，我点了一根烟，只抽了一口，结果就呛得我眼泪哗哗的流。无奈的把烟扔进垃圾桶，去理发店剪了个短发，再去了纹身店，把手腕上的纹身洗掉了。纹身店老板看着我捂着手腕哭了好久，一脸震惊地说，你这么怕疼，居然还敢做纹身。走出纹身店，我感觉自己像是失了魂，魂不守舍地走出门的时候，我抬头看到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瞬间我的心跳加速，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。但1秒后，我清楚看见那人是我爸。他走过来拉住我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牵着我往回走，一路上没有一句话，直到我们回到家，他才安顿好。我又匆匆去医院，之后我变了，大家都说我变得懂事了，上课专心，吃饭规律，睡觉按时。班主任还夸我几乎没见过这么懂事的学生了。其实我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学习，脑袋一忙起来，其他的事也就没那么容易进来了。班上的流言蜚语虽然依旧不断，但我再也不在乎了，听着听着笑笑就过去了。至于我和我爸的关系，明显好了很多，甚至我学会了做饭。一天我去医院给他送饭，结果在路上碰到我妈坐在她新男友的车里，车窗摇下，她竟然叫我上车。你爸就这么虐待你，让你做饭？
他看着我手里的饭盒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像是发现了新大陆。我耸了耸肩，心里想这又不是啥大事，我自愿的。你以前在家可是连菜都不洗的他显然很震惊。人都是会变的，我淡定的回应。那你是觉得那个人比我更会教育你，说我教育失败？他的情绪又上来了。你怎么会失败呢？你永远是赢家。我微微一笑，我爸至今还保留着你的微信呢。我妈的脸色瞬间变得复杂，看起来像是被击中了，然后我不经意的瞄了一眼她的新男友，心里却完全没记得他是谁。懒得打招呼，直接就走了。送完饭我习惯性的去了医院，护士们已经都认识我了，见我来了，都招呼我进办公室等我爸。坐在他的位置上，我呆呆的看着，目光不自觉的扫到了挂在墙上的日历。2020年9月9日那一刻，我的心脏猛地一紧，这个日子我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上辈子就是在这一天，我爸上了那台手术台。我心慌的丢下饭盒，冲出办公室，慌张的找着护士。我爸呢？我爸在哪里？石医生在手术室，病人情况很紧急，估计还得一会儿。护士小姐姐淡定的答我。那病人是不是个老年人？我屏住呼吸，护士一愣，笑着说：你怎么知道？他必须做这个手术吗？能不能换别人做？我就是怕他。我有点说错话了，急得嘴巴不听使唤。护士吓了一跳，连忙摆手：呸，别说这种话，别着急，等会儿你爸就会出来的。他安慰我。就在这时，走廊的另一端突然冲出一个护士。刘护士通知胸外科主任情况紧急。他一边打电话一边跑得飞快，我的心脏咯噔一下，瞬间悬了起来。1个小时后，我终于见到了我爸，满头大汗，换上白大褂的他看起来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力气。你来了？他虚弱的走过来。他死了吗？我紧张的问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爸愣了一下，脸色瞬间变得痛苦。他强装镇定，没事，你先回去写作业吧。爸，你准备好面对舆论了吗？我忍不住又问。他抬头看我，显得特别疲惫。乖，别管这些院方会处理的。他没有再说什么。我一个人走出了医院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沉重感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忍不住叹口气，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改变不了什么，哪怕我努力过、乖巧过，命运总是照样摆布着我们。而那一天，我爸没再回来。某某医院病人死在手术台，这标题又一次冲上热搜，成千上万的网友在评论区开骂我爸成了千古罪人。我看着那些评论，字字句句就像一把把刀直刺我爸的心脏，瞬间就把他的一生梦砸得粉碎，心里竟莫名有点感慨，世事真是无常。在被带走调查之前，我爸回了家，居然在家待了半小时，给我留下银行卡密码、保险柜密码，还有一堆事无巨细的叮嘱。我听得无动于衷，心里像被钉了个十字架，只能默默接受。送他到门口时，他突然转过身来，抱住了我，念爸。我把头埋在他胸口，低声问：如果下次手术有风险，或者有人告诉你那个人可能会死，你还会做这台手术吗？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沉默片刻，然后轻声说回：那如果是我呢？我直视着他，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坚持。我爸愣住了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，念这是爸爸的失误，你在说什么？他看起来完全没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。我继续追问：如果因为你做的手术我会死，你还会做吗？只要回答我这个问题。这下我爸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一颗颗掉下来。念对不起，是爸爸，对不起，你别做傻事。他抱得我几乎透不过气，好像松开我就会消失似的。我知道了，爸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的。我轻声安慰他，虽然心里有点五味杂陈。他走了，我站在门口，眼泪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。此刻我突然明白，哪怕他知道下次手术可能会有风险，他也不会犹豫，这就是我无法改变的现实。接下来的事情几乎就像上辈子那样轮回重演。班主任让我休学半个月，因为那些愤怒的网友扒出了黑心医生的女儿是谁，矛头从我爸指向我，然后蔓延到我妈，所有和我爸有关系的人都被波及于世。我像个隐形人一样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，然后命运又一次开了个玩笑，我被绑架了。这次不像上辈子那样我哭得一塌糊涂，反而我安静的像只失去了记忆的猫，静静的坐着思考这一年发生的所有事。那一年我遇到了姜望，一个嘴硬心软、时常炸毛却又粗暴却专注的喜欢着我的人。我也去了我爸那儿，他严肃又古板，心里其实一直装着满满的柔情。2个男人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，让我不至于觉得这辈子白活。3天后，我被执法人员解救出来。虽然我以为我已经能无所畏惧地面对这一切，但当我看到车里我爸那一夜白头的模样时，我还是忍不住心碎。我妈还有我爸一起去执法机构录了口供，知道绑架我的人正是死去病人的家属时，我爸崩溃了，念对不起，是爸爸不好。他忽然抱住我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我妈也气得大发雷霆，狠狠地打了我爸一巴掌，场面一度陷入混乱。你别这样，爸，我没事。真的，我安慰他，但他显然不听，眼神里充满了自责和懊悔。他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坚守多年的医学理想。他的梦想突然看起来如此脆弱，接下来的一切我早已预料。网民从可怜我转向了辱骂我，说我活该被绑架，因为黑心医生的女儿。医院为了不被波及，把我爸调到后勤去打杂，没想到他看了网上的那些骂我的话，居然直接封了他，开始砸电脑、砸手机，像失去了理智的疯子一样。我独自待在家里，没多久，我妈突然出现在我爸的家里，声音哽咽：我带你走。我不走。我很冷静地拒绝。你不走。我妈的眼泪几乎掉下来。你爸暂时不会回来了。她哽咽着继续说，他精神失常，在医院接受治疗，每天得靠镇静剂才能冷静下来。我愣在原地，心里一阵错乱。他疯了。
突然我想起了上辈子，似乎我从未和他有过深刻的交流，甚至他最后出事时，我也没有再联系过他，我只是听我妈说他被调到后勤之后再也没有音信。原来他那时就已经疯了，而我却一直在恨他，因为一个手术让我陷入困境，竟然没有一丝关心我被我妈带回了他家，他24小时守着我，怕我出事，而我却像个没心没肺的机器人一样，每天打游戏、看电视剧、购物，甚至比任何人都要镇定。我妈开始怀疑我的心态，甚至觉得我没心肝。但不到2周，我主动要求去学校上课。星期五月亮又大又圆，我妈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时顺便买个打火机，说要点生日蛋糕，但找不到打火机，谁的生日？我问你18岁啊？忘了？她语气急促。我竟然忘了。走到小卖部，我买了个打火机，心不在焉的还顺手拿了一包烟。回到家，我发了一条消息，还有10分钟到家。她很高兴的回我等你。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按理说这个时刻应该许愿才对，可是我站在天台，久久不知道该许什么愿。就当我发愣时，手机忽然响了来电显示，未知号码接通后是姜望的声音，魏恩那一声仿佛引发了一场波澜。他轻声问在哪儿，在家。我随口回答你家风声挺大的呀。他笑着调侃我出去买打火机，我有些心神不宁，买来干嘛？他继续问点蜡烛，我勉强笑了笑，他忽然换了个话题。是啊，你今天过生日呢？生日快乐前女友。谢谢，我心里暖暖的，觉得他记得我的生日真好。过了一会，他突然说这儿的月亮真好看，圆圆的。我望向天空感叹道是啊，我这儿也是。想我了吗？他忽然问。我愣了一下，心跳加速，但还是故作镇定地问啊。他像是突然犹豫，又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。挂断电话前，他叫住我时念什么，可我觉得他似乎有点不对劲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挂了电话，我看了下时间，差不多了，玩了会打火机，最后忍不住给他发了一条消息，对不起。消息发出去后，我猛地一跳，仿佛跳入了另一段时光，脑海里一瞬间闪过无数画面，短短几秒钟，仿佛一生都在其中。我闭上眼，任凭世界向我扑面而来，可当我再睁开眼的时候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一愣，一个人正站在我下落的轨迹上，这速度太快，我没来得及看清楚那个人是谁，直接就砸了下去。几秒钟的黑暗后，剧痛袭来，我强忍着痛睁开眼，才发现自己竟然砸到了他。那人穿着一件黑色夹克，手腕上赫然纹着2个字念念。姜望，我声音嘶哑的叫着他的名字，几乎没力气。我在他的声音里竟带着一丝安慰，仿佛是我砸下来给他带来的礼物。忍着剧痛，我勉强瞪大了眼睛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他不是在国外吗？为什么在我准备往下跳时，他竟然突然出现成了那个不小心被我砸到的人？他张了张嘴，眼里含着笑，脸上混杂着眼泪和血。别哭，我不痛，我先睡了。说完，他就像装死一样闭上了眼睛，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我心里好难过，却也因为失血过多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 ICU 里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，周围没有了他的身影，只有一张纸条摆在床边，念念你要活着。心里一震，仿佛上一辈子的记忆突然复刻，我轻松了一口气，然后果断地拔掉了氧气管。接着我的世界再次黑了过去。再度醒来时，我坐在了篮球场的边缘，看着姜望在场上奔跑跳跃，犹如那个曾经活力四射的少年。我眼前一片模糊，突然涌上心头的情感太过汹涌，我竟忍不住泪流满面。他做了一个漂亮的投篮后，不小心倒地，周围的人立刻围了过来。我擦了擦泪水，飞快地挤进人群，扑向他，痛就咬我的手，不用忍。我焦急地说。他抬头看着我脸上疼痛的表情，无法掩饰，但他依然笑得有些勉强。你是谁？我一愣，心里升起了不安。他忘记我了10年。我几乎是回答了他无数次，才放松了点。舍不得。他似乎毫无预兆地说了一句舍不得，让我的脑袋瞬间转不过弯来。舍不得，这是什么操作？我有些凌乱地看着他，他到底被撞傻了，还是心学了？台词我扶起他，准备送他上救护车，而他却没有哭闹，只是盯着我笑，那笑容竟有些诡异。你怎么了？摔得傻了？我忍不住问。他突然抬起头，亲吻了我的脸颊，我几乎被吓懵了。你干嘛？我猛地后退，愣愣地看着他。好久不见，他看着我温暖的大手，再次拉住了我。那一瞬间，一股电流从我的手心传遍全身，我不禁颤抖了一下。你放手，我们第一次见面。我急忙挣脱，开话一出口，却愣住了。全车的护士都开始偷偷看我们，这气氛太尴尬了，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。难道这家伙真的是傻了？哦，第一次吗？他笑着问。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一旁的护士忍不住笑出声。我只想把手甩开，可是他死死握住，不放让我牵一会儿，真的很痛。他露出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，眨巴着眼睛。护士们还以为我们是一对情侣，纷纷劝我别闹。毕竟他现在真挺痛的，无奈我只好任由他牵着到医院后，他一直乖乖的。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异样。疼吗？要叫医生吗？我坐在床边，心里满是担忧。不用。他摇了摇头，表情倒是有些无奈。那你要做什么？我无奈地问他，拉住我的手握在手心里，轻轻磨蹭，念念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我瞪大了眼睛，这话听着怎么那么熟悉？他深情地看着我，眼里似乎充满了期待。我回来了，念念。这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些什么，他居然进入了循环，而这一切并非巧合。他低头看着我，微微一笑。是的，我回来了，没错，不用怕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进入循环了。他笑着看着我，眼神中带着一丝调皮。你不觉得挺巧的吗？我有些愣住了。你不是说你去了美国，怎么还是被我砸死了？心里充满了疑问，这一切看起来真的像是命运安排的。他调皮地笑了笑，仿佛早就知道我会问这个问题。其实在国外我看到关于你的新闻，怕你害怕，
怕你哭我就赶紧回来。我顿时一愣，脑袋转了几圈才反应过来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往下跳的是。他眯了眯眼，勾起一丝微笑气神。是你曾经跟我说过未来会发生一些事，我当时没当回事，觉得你就是在开玩笑。是吗？你现在才相信我有些得意的笑了。当时我说会发生的事，你一个字不信，偏偏到最后还是有了那么一幕。我当时真的没信他，摇了摇头，像是在回忆往事。但现在我真的不敢冒险了。打电话那会儿，听到你那边风声大，我心里一惊，马上就知道不对劲了。果然你说的那个循环是确实存在的。我默默地想了想，心里有点震惊。原来他是故意回来的。那天他打电话时说月亮很大很圆，但明明这边才是晚上时差，根本不可能同时看到月亮。回过头想才明白，那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。念念，这次我们一起好吗？他忽然变得很认真，抓住我的手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期许。不要再把我推开了，我们一起面对这一切。我沉默了片刻，心里泛起涟漪。也许这一切的循环真的能改变些什么，至少这次不再是孤单一人。好，我点了点头，声音有些哽咽。这一次我们一起，他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仿佛所有的担忧和痛苦都在那一刻被抛在了脑后。我们一起面对未来，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可是不知为何我心里有些不安，这种一切都太过顺利，仿佛命运早已为我们铺好了路，而我是时候做出自己的选择了。可是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你刚才说你是因为你太虔诚所以才回来的，那你到底有没有觉察到我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念念，你的心里永远都是我想知道的秘密。他拉了拉我，示意我别再纠结这些细节，你应该相信我，这一次我们会一起走下去。我深深地看着他，心里不禁松了一口气。虽然一切依然充满着变数，但至少这次我不再是孤单一人。